江蜜就是那种酒量差、瘾还大的人，偏偏这酒楼酒的种类繁多，只觉得每种都想尝一尝。谢之让小二把这酒楼里的每种酒都上一小壶过来。我喝不掉呀。哎呀，就给你尝尝味儿，剩下的我喝。一下子喝这么多酒，对你身体不好。那就少喝点，带回去给家中护卫。乌橙酒，罗浮春，景枝高烧味绵甜，竹叶轻斩微微苦，当炉闻菌阵阵香。南竹琥珀比金匣，葡萄美酒赛赤珠。若是辛辣刺激的，他便眉头轻皱，而后将酒杯放到谢之让手里；若是软绵甘甜的，他便眉眼弯弯，多喝几口。一边用肉吃菜，一边品尝美酒，很快江蜜的脸便开始变得红扑扑的。等到一顿全羊宴吃完，这娇娇儿的肚子圆了，眼神也迷离了，傻乎乎盯着一个点直发愣。这次可是喝畅快了。往日的江蜜都是鲜活灵动的，此刻这般呆呆傻傻、憨态可掬的娇模样，便更叫谢之让稀罕。还认不认识我是谁啊？认识呀，你是清源妙道真君。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杨戬啊？好看，因为你好看，真君也好看。真君可是神仙，你这般轻薄于我，可知该当何罪啊？飞鸟眼寥寥，年少心事无。好，没罪没罪，那我带你回家。要背还是要抱啊？你要背。好，背你。我的马去哪儿了？我的马呢？你还我马！哎，咱们到家了，马儿被关到马厩里去了。不是那个马，是金花太子的银河马。你这小贼，把我的马偷走了，我要让我夫君把你抓起来。江蜜口中的银河马，怕就是他自己吧？让你夫君抓小贼，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夫君是谁啊？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夫君呀？我夫君乃英烈昭惠清源妙道。夫泽星际二郎显圣真君。对，他可厉害了，有3个头，6只手，一手一个小毛贼。3头6臂，那是哪吒呀？贯口二郎哪来的3头6臂？你这小马，谁准你说话？你快走呀，马！乖乖，我带你骑马好不好呀？可我就是在骑马呀。不一样，是那种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的骑马，比这畅快呢。这是什么呀？等会儿你便知道了。你干什么呀？龙月之夜，灯摇曳，雨点忽明忽灭。茶几荒野，木屐轻唤，
有呼应平线，玉手一挥，古树秋寒，樱花如波，如梦如幻，幽冥隔夜，映红颜如魂，一期一会一盼，朝夕的羁绊怎么切断？断生残年华点，这飘零世间寄托3000年，抛来乱雨呼烟，吹梦到云端。江蜜这一觉睡得极为酣畅。没脸见人了。醒了，乖乖哟，看来是没忘呀。那还想不想骑马呀，乖乖？你闭嘴！哎呀，在里面闷不闷呀？阿米，陈安。哪里还是清晨呀，都快晌午了呢。那午安。午安，父亲。门口有人叫你进宫呢。你怎么不早说呀？宫里来人了，怎么不叫我呀？急什么？你睡得好好的，叫你干嘛？是淑妃派人来找你，不用担心，等便让她等了。那也不行，君臣有别。你放宽心，我已经让人去和淑妃说过了，说你还睡着呢，不用等你。这还不如不说呢，你等我回来和你算账。哼！当初朕登基时，想为先生封侯，您不肯，只说他风头太盛。如今您和舅父为何要在朝堂上围堵他？陈家为何又对先生步步紧逼？他锋芒毕露，难道就不该敲打敲打他？先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稳固朕的皇位。你太天真了，他那是为了他自己。你知道你父皇是怎么死的吗？自然是朕那位兄长做的。他是个蠢货，但不代表他就有胆子杀君弑父。你道他为何突然暴起杀人？那都是谢之让做的手脚。他在乾清宫的香炉中点燃能使人狂躁的药物，又故意用言语刺激废太子，这才让他愤怒之下杀了你父皇。你以为他谋划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错，他全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欲。因为先帝曾用药物控制他，他就怀恨在心；因为废太子觊觎他的妻子，他就恨不得废太子去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太子，得罪了他都不能有好下场。谢之让死人嚣张跋扈，暴力自摧，谁都不放在眼里。你若是如你父皇那般信任他，宠信他，你父皇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他手握锦衣卫，进出这皇宫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是不为你自己，为你那未出世的皇儿，你也该提防他一二。我还有陈家，才是真心实意替你着想的，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哀家的一片苦心啊？权力之下，他就不信这师生二人能真无芥蒂，只要除了谢之让一个皇帝而已，不足为惧。到时候他陈家就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贱人怎么样？回娘娘，没什么异常。我让你找的人准备的怎么样了？娘娘，奴婢都安排好了，只等您吩咐。好，别以为怀上龙种就能万事大吉，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熬到孩子生下来。
太后会用此事来挑拨离间，便是觉得皇恩浩荡，不管雷霆雨露都是君恩。谢之让就该和个没情绪的木傀儡一样，全都受着。他居然敢对皇帝有不满，那简直就是罪该万死。可他是人，怎会没有情绪？是先帝和太子不仁在先，怎可怪他不忠不义？淑妃呢？回陛下，娘娘正在和谢少夫人在长乐宫说话呢。摆驾，长乐宫。皇帝后宫如今只他一人，太妃倒是一个个多得很，倒也不算太清冷。但那些是长辈，又各自心怀鬼胎。和淑妃除了和孟太妃有些话好说，和其他人都没话讲。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的，坐在一起也没意思。您如今怀着身孕，我在家中也时常惦记，身子可都好，孩子可有闹您？都好都好，他可乖可心疼我呢，我一切都好。娘娘，您上次不是说想给孩子做一条百家被吗？我就把我家淼哥小时候盖过的被子捡了一些过来，希望咱们小皇子平安健康呢。我就是随口一说，师娘您居然记得，还送布料给我。哎呀，又是我赢了，给钱给钱！你都要把我的月例银子全都给赢走了。这点银子和您赢的比起来，那可是9牛1毛。那还是师娘赢的更多，我今日都是办了回散财童子呢。钱散出去，福气收回来，这是给小皇子积福呢。母妃啊，我就爱听您说话呢。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陛下，我们打牌呢。你们还赢钱呢？小赌怡情，小赌怡情嘛。师娘，看眼珠子都没先生这般看得紧的。他就是孩子脾气，横竖是不会遮掩的。那也是先生敬重您，疼爱您呢。先生同师娘的感情真好，少年夫妻成婚8载还这般恩爱。外人知道先生如何爱重师娘，却不知师娘也待他极好。他俩这性子是真互补，真好。不用羡慕他们，咱俩也这么恩爱，这么好。你今日可有哪里不舒服？没有，皇儿可乖呢。乖就好，要是不乖，看他出来我怎么打他。我可不准你打我的心肝宝贝儿。皇儿是你的心肝肉，我就不是吗？珠儿，你都只疼爱皇儿，不疼爱我了。哎呀，陛下也是我的心头肉，我疼爱你还来不及呢。我看你可比看我的眼珠子还紧呢。你给皇儿取名取得怎么样了？都过去好几个月了呢。还没呢，我的皇儿是这天下鼎鼎尊贵的人，可不能马虎。行，那陛下慢慢想，一定为咱们皇儿取一个顶好的名儿。昨夜摘香风，春雨借千世半情。今朝山寺恰出清湖面杨柳地。耳边软语细细舞，遍声色里。且一芳草，花素并持茶去。太后和皇帝说完那番话没几日，皇帝便下旨改立谢淼为宁安侯府的世子。其实这事儿是谢之让一早递了折子上去的，但先帝不知怎么想的，给压了下来。如今这个档口发这么一道圣旨，太后和陈家只以为那几句挑拨的话起了作用，皇帝和谢之让生了下戏。陛下，您这是要拉谁下马呢？
先生，鬼谷子有云，去之者纵之，纵之者成之。陈家虽扶持朕有功，但他们一心想让朕娶陈氏女，好让她诞下嫡子，而后借着这孩子夺权，朕不得不提防他们。王莽代汉，霍光专权，皆是外戚干政导致的恶果。朕不想这朝堂再受动荡。那你想让陈家落得什么下场？年幼时，武后待朕极好，陈家舅父舅母也将朕当作外甥一样疼爱，而且为了帮朕登上这皇位，他们付出了许多。宫变之时，陈家一位表兄为了保护我而牺牲，朕永远都欠陈家一条命，所以朕不想对他们赶尽杀绝。而且朕刚登基不久，若此刻对陈家下手，难免会寒了一些旧臣的心。朕就想纵一纵他们，而后劝外祖父治世，再贬了几位舅父的官职，远离权力中心，他们应当就不会这般痴狂。我韩赞还有先帝都忘记教您一件事儿：子不长兵，人不从政。您自己想清楚。外间不管说什么，谢淼被立作世子的圣旨一下来，上门打听婚事的人便多了起来。怎么了？苦着一张脸，谁惹你不高兴了？都是来打听淼哥婚事的，人家上门来，总也不好冷着一张脸不是？你瞧瞧，我脸都笑僵了。哎呦，小乖乖这么可怜呐！那些人啊，你不乐意见就不见了。他要想娶媳妇，让他自己找去。算了，他眼神不好，还是别找了，做个光棍汉吧。你就贫嘴，淼哥今岁16，是还年纪小，但祖母的意思是可以相看起来了，慢慢挑着。家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品性。现在相看着，也不至于日后淼哥年纪大了，一着急就两眼一摸黑，娶个祸害回来，搅得这家宅不宁。反正相看归相看，你别累着自己了。我是没什么，可重点是淼哥呀，他是不是被那刘氏给吓到了？我这2天和淼哥说相看的事儿，他总躲我，而且我还问了婉姐，婉姐说淼哥他在外头碰到小娘子，话都不说一句，甚至是要躲开去，生怕和谁扯上什么关系。你若不然去他那边探探口风。阿蜜，我是不是真的老了？不老，一点都不老。在我心里啊，阿蜜永远是18岁那年刚嫁给我时候的样子，是这世间最好看的姑娘。那件事情也才过去1年多，淼哥心里过不去很正常，我不该总是去问他的。他若不想相看，那便不相看了，我不该逼他的。倘若是我爹爹娘亲一直催我相看成亲生娃娃，我怕是也烦呢。哎，你肯管他，替他着想，他该高兴还来不及呢，怎能一直躲你？你别总惯着他。阿蜜啊，我一定是10世大善人，才有你这么好的姑娘做我的妻子。开春了，天气渐渐回暖。阳春3月初，满枝迎春雪花裙。天柳翩翩，白云峰上多。台东对门居，有方知人相守。手中掌线没入天尽处。谁人巧月是家的一片灯花。
手边流云雨落影相逐。河水桥下头，风已流尽人生处。鸟儿绕日圆，声声诉。院外百草开，一山万寿万物苏。虫鸣刻着欢笑，心事处。在原来暖阳浮上斜去，踏尽处，陌上花开满面，相如同。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风飞遥相兮，四海秋荒。无奈佳人兮，不再东墙。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风飞遥相兮，四海秋荒。无奈佳人兮，不再东墙。风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黄。是为欲兮无所讲，何无尽兮生死汤。有言淑女在闺房，时而人下独我长。何愿究竟为鸳鸯？胡写行兮共翱翔。黄兮黄兮从我起，得脱自为永为非。交情同一心和谐，终夜相从指着水。双翼举起放高飞，无干我似是与悲。
大人。阿敏，你在家将门看好，我进宫一趟。家里的事儿你尽管放心，你去吧，小心些。嗯。这天还得接着变呢。陛下，您这是要去哪儿？去仁寿宫看人吗？杀了之后呢？陈首府乃3朝元老，便是曾德清还在时，他在内阁的地位也不比他低多少。您毫无证据的便杀了他的女儿，陛下可有想过，陈大人在朝堂之上会如何刁难您？更别提陈家经营多年，在朝中关系盘根错节。即使当初您和废太子斗法，也没从曾家入手。您以为凭您如今的实力，能斗得过陈家吗？而且无论如何，太后也是您的养母。您今日去仁寿宫杀了人，明日便该有万千学子大臣跪在宫门外，痛斥当今陛下的不仁不孝，德不配位。届时各路人马蠢蠢欲动，那这天下就等着大乱吧。去吧，臣替您开路，您什么都别管，去把太后杀了吧。哼，今日杀了太后，明日便被人从皇位上拉下来，然后死人一样看着陈家耀武扬威。陈家死了个女儿又怎样？他们当初能挑你，就能挑别人，反正先帝留下的儿子那么多，总能有一条路达到他们的目的。哎呀，珠儿，你不能扔下我，你说过要一直一直陪着我的，咱俩要共白头的，你不能扔下我，珠儿。陛下，对不起，没能一直陪着你，我要食言了。珠儿，珠儿，珠儿！元宁2年的3月，淑妃何氏薨，一尸2命。
陛下已经4日没有上朝了，陛下乃是一国之主啊，怎可这般拘泥于儿女情长？此非明君之相啊！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可不是那淑妃一个人的陛下，他就是个祸水啊！死了还要勾走陛下的心思。世人都是爹生娘养的肉心肠，偏生你们几个，要么是心肝脾肺肾都被狗吃了，要么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满嘴喷粪。我看不如就让锦衣卫去各位大人家里杀了你们的妻子，摔了你们的孩儿，看你们还有没有心思来上朝。你简直犹如斯文！哼，再啰嗦，我就让城里的夜香郎把收来的秽物全往你嘴里倒。陛下今日要上朝了，朕欲追封淑妃为皇后，以皇后之礼安葬。陛下，淑妃娘娘乃宫女出身，地位卑微，如何能成为皇后啊？陛下三思啊！万万不可啊！陛下，皇后乃一国之母，元后地位更是显赫，怎能令一介宫女为后？万望陛下收回成命。你是陈首府的座下门生，你是陈首府的小女婿，你是陈首府的外侄儿。淑妃为人孝敏端庄，仁德温惠，她难产而死，带着朕那未出世的皇儿一尸两命，朕心中悲痛，想追封她为皇后，以做一点小小的弥补，可这竟然还须得征求你们的同意。朕这皇位不如你们来做吧。他是要干什么？外祖父，这是朝堂之上，他疯了。您就看在朕死去皇儿的面子上，让他们都松口吧。陛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朝堂是陛下的朝堂，这大臣是陛下的大臣。微臣亦是您的臣子，绝不敢造次。皇帝此番舍下帝王脸面，以退为进，逼他一把。倘若陈立峰真应了，那谢之让就该从佞臣的位置上退位让贤，让他来做这奸佞了。他这是在逼谁？皇帝立淑妃为后，哪怕淑妃已经死了，她也是元后。日后皇帝再娶妻，那便是继后。陈陵永远都要被那个贱人压一头，这是明晃晃踩他们陈家的脸。娘娘，你消消气，老太爷的意思是这件事儿就随陛下去吧。淑妃死了，皇子也没了，陛下未尝不知其中有娘娘您的手笔。陛下身后到底还站着谢太师，倘若将他逼急了，咱们谁也落不得好。先帝元后当初是不是让姜氏领了一个宫女回去？是。去和那人取得联系，把人给笼络过来。娘娘，那位姑娘一直待在宁安府里不出来，谢家上下铁桶一块，咱们的人轻易进不去啊。进不去，那哀家就让他出来，去把那人在宫里的经历全部给哀家查清楚。姜密、谢之让，我就不信你们真能恩恩爱爱过一辈子。自家后院起火，我看你还有什么心思去管皇帝。皇帝执意要追封淑妃为皇后，还借机将乾清宫上下大换血。此事本就是陈家理亏，他们虽心疼那些眼线，但到底没多说什么。皇帝下旨将长乐宫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出。元宁2年3月，淑妃何氏被追宗为皇后，谥号明义。待我熬夜所有苦，随着时光流逝，明义皇后的死带来的波澜渐渐平息。待我如花有归附，待我不再问前路，暮春时节，太后宣召姜密进宫，还特意叮嘱他把弄熙姑娘给带上。
这是江密生了孩子之后，太后第一次宣召他。皇帝和明义皇后宣他入宫时，都会让轿辇接送，以免他劳累。便是太后还是陈贵妃时，为了表示亲近，她也是会为江密准备轿辇的。如今陈贵妃成了太后，倒是丝毫不掩饰了。谢夫人免礼，快快入座吧。哀家还有几位夫人，可就等你来呢。这声音轻柔和悦，话却是说得不好听，直指江密是个骄横跋扈之人。那也是太后娘娘心疼臣妇呀，您特意叮嘱不着急，待40倒也来得及。娘娘您这般真心实意心疼臣妇，臣妇心里可高兴呢。反正这球是踢回太后身上去了。唉，你也是个实心眼的。罢了罢了，不说此事了。今日叫你们一起来啊，也是有人求到我跟前儿来了。先前那位不是赐了妾室给你们领回去，想让他们为你们各自夫家开枝散叶吗？可这些个东西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居然敢仗着自己是宫里出去的，和当家夫人叫板。有几位夫人实在叫苦不迭，便来请哀家做主。哀家也心疼你们，便叫你们今日都过来，让他们重新学学这宫里的规矩。谢夫人，你家这个可还听话？多谢娘娘关心，弄熙在侯府安分守己得很，规矩极好，让臣妇极为省心呢。是吗？那便好。就是哀家瞧着弄熙的肚子一直没动静，这也不好。谢太师年近而立之年，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子嗣到底是单薄了些，多子多孙才是福呢。你说是不是啊？娘娘所言极是，臣妇会和弄熙努力的。行了，你们这几个既然都到宫里来了，那便去嬷嬷跟前再听一听规矩，好好板一板性子。他只以为皇后死了，他便自由了，一个人老死在俊景轩的偏院里。可是他竟然还是完璧之身。江密呀江密，我且等着，一个被男人捧在手心宠上天的人，能不能容得了这一次的不忠？要一点糖炒栗子。鲁曼，这是小人孝敬您的。这甜吗？大人，保证甜。小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栗子的，十里八乡的，只要吃过小人家种的栗子，没人不竖大拇哥，一准。这分量，少说也得有8、9两银子，这可是他跑街串巷小半年的收入了。这锦衣卫真是天大的好人呐！谁？三爷安，有事？我错过。那些话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你可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好想你啊！两人夫妻这么多年，谢之让是将他完全摸清楚了。来癸水那段时日，江密容易蔫蔫的，非要谢之让哄着他不可。癸水一结束，江密便好似小太阳一般，每日乐呵呵的，在床上还特别配合谢之让。前些天江密刚过小日子，正是粘人的时候。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昨日就随口一说，你今日就给我买啦。夫君你真好。给你买包栗子就好了。因为我喜欢夫君呀。那我再给你包栗子吃，你岂不是要开心到天上去？啊，张嘴。夫君包的就是甜，你哪里买的栗子呀？路上遇到的一个货郎那里买的。你要是喜欢，明日我让人去找他再买一些。好呀，还可以买些生栗子，买回来叫厨娘做栗子糕，婉姐和淼哥都爱吃呢。还有娘爱喝的百合板栗莲子汤，祖母喜欢的桂花栗子羹，爹喜欢的栗子烧鸡。我呢？你江浙合府的人想了一圈，就不记得我？我怎么会忘记你呢？你喜欢吃枇杷，明日给你煮枇杷糖水喝，我亲手煮，好不好呀？这还差不多。今日回来的时候遇到住北屋的那个了。他找你干嘛呀？那谁知道呢？他说他路过。你别装傻，你这一肚子花花肠子，还能不知道他大晚上躲你干嘛去了？我哪里一肚子花花肠子了？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应该是太后撺掇他想干什么事儿吧，先不理他，看他自己怎么选吧。他这般惦记我，你就这么放心啊？乖乖。他哪里是惦记你呀？他被先皇后威胁，被太后威胁。倘若当初我嫁的不是你，你也不心悦我，我比他的日子怕是好过不了多少。都是女子，我何苦为难他？可是我遇到的是你呀，夫君，老天果然是眷顾我的，让我有这么好的运气能遇到你。和你结为夫妻，也是我这一生遇见的最大幸事。低声不语的荧幕里藏着你的平静，变幻莫测的水流里藏着你的声音。天高路远，你寻找的秘密是在哪里？风能阴晴不定，谜一样的难以。画一出戏，云里雾里忽闪四季，跳一出去，晕眩在我的身难移。黄金难移，摇摇晃晃心难移，谁在摇勾你心？左右变了心，半是山川水中一片浮萍。听谁的声音？半是微风同你的声音。看我勾出你心，吞没在海底的风景，淹没在雷声的缓缓天际。看谁丢了情，看谁丢了心，看谁在对岸等了你。勾走我神经朝我记，勾走我心境缓缓成丝影，勾走你眼睛留下的烙印，夜夜思忆会有故事。我在海底等风景，淹没在雷声的缓缓自己。看谁丢了情，看谁丢了心，看谁在对岸等了你。勾走我神经朝我记，勾走我心境缓缓思忆，勾走你眼睛留下的烙印，夜夜思忆会有故事。半是山川水中一片浮萍，听谁的声音？半是微风同你的声音。江蜜待他不说多好，至少是将他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每季度的新衣裳，热腾腾的吃食饭菜，凡是定力有的，皆是一分不少的拨给他。在这府上，除了外书房等重要地方，他几乎不给自己设门禁。怎么办？他到底应该怎么办？但凡谢之让和江蜜的感情没有那么好，但凡江蜜再对他坏一点，他都不会有这么大的负罪感。只要站在谢之让跟前，心里有着那种心思，什么都还没做，他便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恶心至极的人了。可是他保全了他自己的良心和尊严，那红棉该怎么办呢？红棉，红棉，我该怎么救你？
少夫人，您帮帮奴婢吧，求您帮帮我吧。她本是京郊一户农家的长女，因家中贫寒，养不起下面的弟弟妹妹，便被父母狠心卖给人牙子。几经周转，她便进了宫，做了小宫女。皇宫规矩森严，就是个人吃人的地方。弄熙一个小姑娘，哪里招架得住那些牛鬼蛇神？幸而她遇见了一位好心肠的姐姐，那姐姐名叫红棉，是先帝惠妃宫里伺候的。因惠妃得宠，红棉在宫里也有几分脸面，而两人又是同乡，红棉对弄熙很是照拂。可惜后来那位惠妃犯了事儿，牵连着红棉也落不得好，被发配到掖庭做苦力。幸而有弄熙悄悄使银子打点，红棉才没有吃大苦头。之后先帝元后为了给姜密和谢之让添堵，找来找去便找了弄熙过去。他阳奉阴违，和那位先帝元后虚与委蛇着，好不容易将他给熬死，却不想又来了一个太后。先帝元后还想着让弄熙去打探打探消息，太后却是什么都没要求，只要求他同谢太师睡一晚。少夫人，奴婢真的对三爷毫无觊觎之心，奴婢只求一个人安安稳稳老死在自己屋里。可是太后娘娘拿红棉姐姐的命威胁奴婢，奴婢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求您救救红棉姐姐吧，奴婢当牛做马，结草衔环，报答少夫人的恩情。便是奴婢这一条贱命，也愿意抵给少夫人。起来吧，若是旁的事儿，我自己便能帮你，也愿意帮你。但此事涉及到宫里，所以我必须先得问过三爷的意思，也愿意在三爷面前说些好话。但若是三爷都束手无策，那便是真的没法子了。你得容我先问问。说到底，此事是因为他二人才急，弄熙和红棉不过是无故受牵连。惠妃，既然你心中不好受，那咱们便帮他们一把，左右不是什么大事。那红棉姑娘可在仁寿宫呢，还是在太后跟前露过脸、挂过名儿的？你让人去把她救出来，可会牵连到你头上？呵呵，不过是一个婢女，哪里就会牵连到我头上来？此事是太后心怀鬼胎在前，便是捅破了，也是她没理。陈家若敢借着此事和我闹，倒是正给我和陛下一个处置他们的由头呢。啊，对了，兔儿和尼儿也差不多要满周岁了，今日我去给祖母请安，祖母问咱们有什么打算呢？便按你的想法来吧，到时候就在府上摆一桌家宴，给兔儿和尼儿办起养礼便是。行，那我就按这个去准备啦。哎，但你也别累到自己了。我吩咐下人们，那可是如臂使指的，才不会累到自己。你干什么呀？今天白日的，你又想胡闹？你下晌还去不去衙门了？这只人闲得很，不去衙门也没事。底下那群臭小子巴不得我不去呢。你不去点卯，当心扣你俸禄。那怎么办？乖乖养我好不好啊？乖乖，好乖乖，我也就这段时日能空闲些，过段日子我又该忙了。你就疼疼我吧，好宝儿，我这般难受，难道你就不心疼我吗？
你撑伞到我身边，孤单的谁的轮回。一场月夜洗涤你的怀念，就像思念红笔不是我不若水三千，几人能为我愿？轮回百转，终究陪你续千年。一曲悠悠，弦断弦，何不见？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那弱水三千，我能情深缘灭。前世亏欠，我愿愿来生再还。不知好人都是个时候，何不知爱的桥段，叫我怎么写？时光飞逝，很快便到兔姐和尼哥满周岁的日子。兔儿，不是弟弟，是拿一个这里面的东西，那。那是宁安侯镇守边疆用过的佩剑，名曰青焰，是谢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剑。那冰寒锋利的刀刃上，不知沾染了多少鞑靼人的血。他本是随手一放，却不想兔姐会选他。尼儿是要抓一样东西，不是要阿娘。也好也好，说明尼哥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呢。好孩子，好孩子，都是祖奶奶的好孩子。铁衣金拓，吹角连营，刀光剑影，沙场点兵。锋利的剑身带着肃杀之气，那是用成千上万鞑靼人的鲜血浇筑而成。鞑靼。兔姐儿和尼哥的周岁宴一过，很快便是小六的生辰。娘，这牌位好生奇怪，怎的不题字？这位长明灯是一直点着的，但我却从没有见过这位的家人。方才那位啊，是殷家的当家夫人。殷家？这是什么人家？你不认识也是应当的，那时候你还没嫁给三郎呢。这殷家呀，是先帝宠妃惠妃的娘家，可惜那位娘娘不知怎的惹恼了先帝，被打入冷宫了。殷家也因此得了先帝的厌弃。惠妃娘，您知道殷家可还有什么男人在朝做官吗？殷家和咱们谢家一样，是马背出身。自惠妃遭到先帝厌弃后，惠妃娘娘的父亲和伯父便卸甲归田了，他们家也只余惠妃娘娘的弟弟殷木殷小公子还在军中任职。先生，前老将军再次上书起骸骨。老将军如今已年近古稀，朕实在不忍心再驳回。鞑靼人在外虎视眈眈，而朝中各大臣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朕实在挑不出一位能信任的人代替前老将军镇守边关。臣这里
倒是有几位合适的人选。那几个人是谁？赵勇将军殷正明、赵毅将军殷正平，以及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殷穆。他们分别是先帝的妃子惠妃娘娘的父亲、伯父和幼弟。惠妃娘娘为人和善，对每一位皇子公主都十分友好，对他们这些小小年纪没了娘的，便更多几分体贴。父皇当年不由分说，便将惠母妃打入冷宫，冷宫走水，害了惠母妃一条性命。赵勇将军和赵毅将军为了惠母妃硬闯宫门，若非父皇看在二位将军劳苦功高的份上，几乎要下令以谋逆之罪处死二位将军，但也因此二位将军被迫卸下盔甲。虽说雷霆雨露皆为君恩，但殷家人性刚烈，恐是不会答应朕的。他们会答应的。先生，若没有你，朕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小11越长大越皮，朕都不知该如何说他才好。那功课是会吸他精气不成？见天的往外跑。太傅都来朕这里告过好几次状了。皇兄，头疼。头疼就把你的脑袋往墙上撞一撞，看能不能把你的头疼病给撞好。皇兄都不疼我了。11，你一定要用功读书，文韬武略不求多么超群，我只希望你能明事理，不会受人蒙蔽。11，你是朕唯一的指望。皇兄，你今日偷跑出宫，朕很担心你。出去玩到现在，应该饿了吧？吃东西没有？皇兄对不起。你这臭小子。雁铃叮咚催我来听，一场暮色烟雨，近3分春色绵绵十里，泛青千涟漪。纸伞轻旋仍有余地，映出苔痕新绿。羡那桃花沾雨，落你衣襟，情切不甘于。真好，真好，红棉姐姐还活着，真好。春来赏花，灯蝉鸣初夏。旧时举杯望明月，东魏露珠茶。为了掩人耳目，谢之让本打算自己去找殷家人，但赵玉突然有些棘手的问题，他便一直腾不出空来。此事着急，江密见他忙得脚跟都难以着地，便自告奋勇要去殷家当说客。谢夫人，想必夫人也知道我今日前来所为何事，那我便开门见山了。当年先帝厌弃惠妃娘娘，明面上是说惠妃揣测军心，惹得龙颜大怒，实际却是惠妃与宫中侍卫厮混，被先帝撞破奸情。先帝念在昭勇将军和昭义将军劳苦功高的份上，当然也是为了保全帝王颜面，只将惠妃打入冷宫。但殷将军忧心女儿境遇，几番运作打听，终于得知惠妃失宠的真实原因，当下便忍不住怒气，想冲进皇宫与先帝辩驳。先帝急怒之下，将2位将军押入天牢，若非是有朝臣力荐，2位将军恐怕早已谋逆之罪奔赴黄泉。公道没讨到，却在鬼门关转了一圈，故而2位将军心中不平，愤而辞官，而惠妃便因意外走水丧失性命。我说的可对？谢夫人的夫君乃锦衣卫指挥使，只要稍加打听便能知晓。谢夫人提这些，我只是想给夫人提个醒。其一，这冷宫都好好的几十年了，偏偏惠妃娘娘一进去便意外走水。其二，倘若惠妃娘娘真的与侍卫厮混，那便是关乎天子颜面的大事。殷将军当初走的是谁的路子，居然能冒着杀头之罪得到这等消息？是啊，当初传来智儿被打入冷宫的消息，他们全家人无头苍蝇一般在京中四处奔走，只想打听清楚智儿到底是为何惹怒了先帝。陈贵妃，难道惠妃娘娘盛宠一时，怎么会看上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侍卫？而且
惠妃娘娘在宫中素有美名，便是当今陛下都是对她夸不绝口的，她又怎会做出这等不知廉耻之事？你到底要说什么？外子因巧合之下曾审问过一位在惠妃娘娘身边伺候过的宫女，那宫女说惠妃盛宠之下却无子嗣，便时常同太后诉苦，太后给了惠妃一包生子秘药。外子将皇宫之中所有与当年之事相关的人秘密审问过后，得到一个惊天真相，太后给出去的那包秘药根本不是用来助孕生子的，而是使人昏迷。趁着惠妃神志不清，太后命人将侍卫同惠妃摆在一张床上，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事情。她为何不患寡而患不均？惠妃娘娘同太后同时进宫，惠妃宠冠6宫，她却不得先帝喜爱，心中自然不平衡。我知晓惠妃娘娘进宫是因为选秀迫不得已，陈家却是希望家中女儿能分得帝王宠爱，好为自家谋权夺利。利益面前，惠妃娘娘这个儿时玩伴便算不得什么了。而陈家故意透出消息给你们知道，也是知晓按着2位殷将军的性子，必然是要进宫找先帝问个清楚的。先帝本就因为惠妃失了脸面，又怎会待见2位将军？他的智儿怎就这般命苦啊？他想过千万种可能，唯独没想过会是陈清影。你说的这些事，我该如何信你？殷将军，这些是外子命人审问与当年之事相关之人的证词誊抄录，将军和夫人尽管查看。若您2位还有什么不解之处，那就只能劳烦您亲自找到那些证人来一一求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谢夫人突然登门说起此事，总也不是大发善心来告诉我们真相的吧？谢太师寻上我殷家，究竟所为何事？陛下年幼时曾承惠妃娘娘恩情，亦为其薨逝感到惋惜，得知其间另有内情，更是悲愤交加。我今日前来，代表的是陛下的意思。昔年昭义将军和昭勇将军，一个使双斧，一个耍双枪，兄弟威名令瓦剌人闻风丧胆。多年前的殷小将军虽年幼，却也使得一手出神入化的好剑法，可是这样的宝刀却赋闲在家，未能投身军容抵御外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陛下求贤若渴，图补辍喜，真心希望几位将军能继续为国效力，故有今日我登门拜访之举。话已经带到，还请将军与夫人好好考虑考虑。殷夫人留步。谢夫人慢走。二弟呀，你说这小皇帝他什么意思啊？他这是想让我们对付陈家？老胥之前来信时提过一嘴，说边疆不太安稳，大人对我朝虎视眈眈。如今镇守国门的钱老将军，他年岁大了，恐是撑不住这重担。而陛下与陈家争权，那么重要的位置，他定是要找信得过之人。这满朝文武和陈家毫无瓜葛，怕是只有咱们殷家了。那不是还有谢太师他爹吗？当初宁安侯还是镇国公的时候，就把兵权交回给先帝，不就是因为功高震主，惹得先帝猜忌吗？如今谢太师已是陛下身边的红人，这烫手山芋，他们如何能接？这狗囊的陈家敢算计我们家智儿，老子非斧子砍死他们！此事到底是那谢夫人和谢太师的一家之言，我得自己去求证一二。木儿，此事你和我一起去查。身为父亲，儿子心中那点不可言说的心思，他又怎会不知？他想，日子久了，那点少年人的情谊总会断的。可是如今，殷木身为殷挚的弟弟，就必须得把这不该有的情丝尽数斩断。月光流，他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遇上了姐姐的好友，他那般明媚娇俏，那般才情出众，他怎么可能不怦然心动？纵使他踏入宫门，他亦是对他牵肠挂肚。可他万万没想到，陈清影会是害他姐姐的凶手。他好恨，恨陈清影，更恨自己。锦衣卫手眼通天，殷家人的反应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谢之让的眼睛。还不算太蠢。少夫人在家可好？一切都好。今日有少夫人的信传来，怎么不早说？
那不是你先问殷家人什么情况的吗？八仙开月儿圆，问君何时归。二人成婚多年，不是没遇见过谢之让出外差不能回家的情况，只是先前谢之让至多3日便回家了，这还是第一次连着8、9日都在外奔波不着家的。等到绣球花开，等到缺月重圆，我就回来见你了。风卷云散，冷静依旧。殷正明带着殷木细细追查一番，虽不得知具体真相，但他们所能查到的蛛丝马迹，确实和先前江密所言一一对应。谢夫人，我殷家男儿个个都满腔热血，能抵御外敌，为陛下效忠，是我殷家之幸。然智儿的死，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痛。陛下圣明，只恳请陛下能为我之儿沉冤昭雪，有仇者报仇，有冤者报冤。殷夫人这话是赌上了殷家的未来，再向江密和皇帝讨一句准话：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殷家这头答应了，便该解决那些朝臣。没有谢之让在前面压着，那些大臣们便更加放肆，一个个说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当年昭勇将军和昭义将军冒犯先帝，皇帝此刻起复殷家，便是对先帝不孝。焉知他们会不会在某一日起兵造反？钱老将军德高望重，军中之人都信服他。这殷家人脱离疆场多年，还拿不拿得动武器？可钱老将军治世已成定局，总也不能让他70岁还上阵杀敌。朕提出让殷家将守边，你们说这不合适那不合适，那朕问你们谁合适，你们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诸位大臣便在此好好商讨商讨，臣讨论出了结果，再来询朕。跟着那谢之让竟学了些耍无赖的法子。娘娘，那殷家都沉寂了多少年，怎么就突然被陛下看上了眼儿？陛下可知当年那时候的皇帝不过是个毛孩子，能知道什么？谢之让那时候也还不在锦衣卫，怎么可能会知道？上次找的那个弄西是个滑不着手的，好不容易找到个能要挟的把柄，那晦气的东西竟然得痨病死了。瑞王怎么样了？瑞王殿下整日偷跑出去玩，昨日他抓了一只蟾蜍去斗太傅，太傅气得又去找陛下告状，瑞王殿下被陛下压着打了板子呢。那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太岁，不管他了，为今之计还是要我陈家女儿诞下龙嗣才最关键，去把陈琳接到宫里来。夫君，你终于回来了，我真的好想你啊！要不是锦衣卫说你好好的，我都要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又做梦了，又是假的。哼，你笑什么笑？这是在我的梦里，你就是我想象出来的假人，不许笑。好好好，不笑不笑。他真回来了。乖乖，想不想我？想你，好想你。想我还是想他？都想。有多想？乖乖，你告诉我，有多想？踏碎它。
这一场雨下得极为痛快，都怪你。哎呀，乖乖，可没有你这般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方才还抱着我很是主动呢。哎呀，黄蜂尾后针，最毒妇人心。乖乖，你好狠的心！我都没用力，挠你痒痒似的，你少装了。是，夫人心疼我呢，我给夫人收拾收拾，按按腿。你这次去抓人，抓到没有啊？抓到了。那你和陛下打算怎么办？陈家知道陛下要的是一击必杀，那些证据得先压着，留着陈家不过是陛下如今的权力还没全部收回来罢了。待他大权在握，皇权之下，一个陈家又算得了什么？且等着吧，他不过是扮猪吃老虎罢了。你在外面要小心点，我会担心你的。你要是敢让我做寡妇，我就带着兔儿和尼儿改嫁去，我管别的男人叫夫君。阿米啊，你如今的胆儿是真叫我养肥了是吧？除了我，你还想嫁给谁？我会当心的，阿米，有你在，我一定会好好的。你可是我的心肝，我怎么舍得抛下你呢？不哭了好不好？没哭。好，没哭。阿米，倘若有一日我真出了意外，你便改嫁吧，找一个对你好的，好好过日子。他想过的，在他将死的那段日子里，他都想过的。只是后来巫毒已解，他欣喜若狂，只以为自己能和江蜜一辈子安好，却忘了自己在这权力中央又怎会一点风险也无。哪怕只要想到江蜜会在一个陌生男人身侧巧笑倩兮，他便痛贯心里，便心如刀割。可他更不愿意江蜜守着二人那些回忆，一辈子痛苦哀伤，他舍不得，才不要。可是我的心好疼啊，疼得都快昏过去了。好乖乖，替我揉一揉可好？你怎么那么偏呢，谢子叶？飞鸟烟寥寥，年少心事无处逃。谢之让出外差回来，请了3日假，在家中陪江蜜，连早朝都不去上，困像只五虎猫一般挂在江蜜身上，走哪儿跟到哪儿，端是没眼瞧。宁安侯府一派温馨，朝堂上却是为了殷家人的事情吵成一团，有时皇帝都得叹一声，不得不服这些看起来快要撅过去的大臣，怎么会这么有精力？殷家一府3将，昔年斩杀多少瓦剌人，如今接替前老将军镇守边疆，我瞧正是合适。那可是边疆，这么重要的位置，怎能随便交给别人？殷家是陛下的臣子，赵勇将军和赵毅将军更是先帝亲封，哪里是什么随便的别人？你这般厉害，不若你毛遂自荐，收编去吧。殷家多年不上疆场，谁知道拿不拿得起刀？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拍陛下马屁，全然没有文臣风骨。呸！后朝房内吵吵闹闹，还有没有规矩？还是定养了，想被拖下去打廷杖？谢之让，这煞神怎么突然回来了？殿前带刀，这得是多大的殊荣与恩宠！王大人，本官离京多日，怎就这般不懂规矩了？若不然，跟着本官去赵狱走一趟，重新学一学这上朝的规矩如何？瞧这偏架拉的，分明是2个人吵嘴。谢之让只逮着一个王大人施压，光明正大的维护另一人。而且若要说不规矩，有谁比谢之让还不规矩？关于边关守将一事，朝堂上吵吵嚷嚷多日，也是时候该有个结果了。下朝之后，皇帝请内阁首辅陈立峰进御书房一叙，将谢之让带回来的部分罪证摆在他面前。君臣2人密谈一下午，陈党再不阻拦起复殷家将一事。我与你共历经山巅，一壶清酒对仗间，交织云海。殷家一门3将奔赴边疆，
接替钱老将军的位置，为天子守国门。麟德殿内歌舞升平，端是一派荣荣谢谢之景。谢太师，谢夫人，我是个粗人，不会说什么漂亮的话，一切都在酒中。我们殷家欠您二位一个人情。内子身体不适，这杯酒我带他喝了。为什么不让我喝？这可是御酿，香得很，而且外面都没有的。谢之让却只准他蘸一筷子尝尝味儿，多的却是不许他再喝。还敢在皇宫里喝酒，乖乖是想在大庭广众之下骑马不成，秽乱宫闱，可是大罪呀！乖乖，你讨厌！这是当年殷木借口钱袋子破损，央着陈清影替他新做的。可惜荷包做好了还没送出去，他便入了皇宫，与他不复相见。他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一日见到这个荷包，所以他来赴约了。他想看看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还有什么计谋。不知娘娘今日寻微臣前来，所谓何事？我同之儿尚在闺阁时，你便时时刻刻跟在我二人身边。那时你唤我莹姐姐，如今却若非有那只荷包，你怕是都不会来见我。他居然还敢和他提姐姐。躬身四海，娘娘如今为人妻，为人母，更是金尊玉贵，高高在上的太后娘娘，微臣岂敢同您攀亲，不过是一介路人罢了。为人妻，为人母，你是嫌我罢了。当年之事虽非我之愿，但我不辞而别，这便全是我的过错。我还没有照顾好你的姐姐，我本是无颜再来见你，可是如今你要出征，你要去那黄沙漫天的边疆吃苦，我怕再不来见你，便当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娘娘是鼎鼎尊贵的人，微臣不过一介莽夫，如何敢嫌弃娘娘？娘娘心中如此挂怀微臣，微臣感激涕零，不胜惶恐。然为国出征乃是武将本分，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更是每个兵士的最高荣誉。倘若有一日微臣战死沙场，娘娘也不必感到悲伤。这个荷包本就是微臣年少轻狂不知事，逾矩求来的，如今微臣便将它还给娘娘。君臣有别，从此微臣与娘娘再见便形同陌路。按着安静躺在樱木手中的那只荷包，忽而想起多年前那个张扬似火的少年。他总是笑着叫她莹姐姐，无论她说什么他都答应，简直对她是百依百顺。陈家将她当作世家贵女的典范来培养，一言一行皆有刻度准则，不得有丝毫超出边框之外。可樱木不一样，他会带着他翻墙爬树，带着他走街串巷，而有殷志跟在他们身旁打掩护，长辈们便从不多说什么。如果当初嫁给殷木会怎么样？她不后悔。她若嫁给殷木，那便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将夫人，如何能与这大权在握的太后相比？她不后悔。罢了，本就是我的错，你不原谅我也是应当的。至于这荷包，本就是我当年允你的，你便收着吧。那里面有一枚平安符，带着也能安心些。微臣离席已久，想必父亲母亲都在找微臣，微臣便先告退了。木郎，你此去边关，不知何时能归。我一人在这深宫之中，实在是担忧。你能不能偶尔写封信回来，1个月一封，3月一封便好。信上什么都不用说，只和我报一声平安，可好？好。青葱岁月里曾暗生情愫的两个人，到底是走到了如今这一步。莹姐姐，放之亦不可，只叹他相思没有。
日升月落，春去秋来，花儿开了又谢，谢了又开，2年时光匆匆已过。姐姐，十二，不许瞎喊。马南雪，这是第1次孟元霜这般郑重其事地喊他。咱俩断了吧。你知在耳里丰富过你一代，惊起我心中一片沧海。这匆匆一瞥，似前生已相约。啊，是惊鸿一现，还是月老早牵好了红线，乱我情弦无声夜，从此心事绕成劫。从前的漫漫长夜都是马南巡陪他，哪怕什么都不做，只要他看到有他在，心底便一片安宁。可如今，你喝酒去了？对，我喝酒了，但只喝了2口，不碍事的。我只是有些话想和你说，又怕自己说到一半打退堂鼓，才喝点酒壮壮胆子。这些年，我把所有的外债都还清了，还将自己的俸禄攒了一些，零零散散加起来，我也攒了差不多有100两。我知道这100两可能还抵不上你的一根钗子，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这些我都给你，以后我挣的钱也都给你。先前我替大人做事的时候，帮大人挡过一刀，他说他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出宫？他蓦地想起自己还在扬州未被赎身的日子，那时候的他拼了命的想抓住谢之让手里的那个机会，就是想做这高高在上的妃子，在皇宫里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为什么他会动摇？你若是舍不得小12，也可以带上他一起走的。12出了宫，没有朝臣的支持，便对陛下没有了威胁，他会答应的，我一定会尽全力对你们母子2人好的。若是娘娘不愿，也是没关系的，是标下僭越了。钱不要了吗？就算是标下的一点心意吧，留着给娘娘打赏人用。这可是咱俩以后过日子要用的钱。娘娘，我在家中是长女，我母亲生下我的时候，恰巧是个清晨，恰好外面结了霜，故取名为元霜。以后不要再叫我娘娘了。元霜？那以后换你元娘吗？这是我叫太师夫人的。哦，那就叫你双儿吧，双儿。他是什么时候认定这个人呢？或许是在他搞砸了谢之让交给他的差事，他为了替他求情而在北镇抚司跪了1整日的时候，或许是每一个深夜他抱着不肯入睡的福王柔声轻哄的时候，或许是方才他说拿他全部身家给他打赏人用的时候，很多很多。一场暮色烟雨，尽3分春色绵绵十里，泛青间涟漪，纸伞轻旋仍有余地，映出苔痕新绿，嫌那桃花沾雨落你衣襟，情切不甘于等到月下白露凝成霜，2、3分感情，换来青鸟衔书口壮丽。我恨旧时字字不解语，血气风醉意，凭栏书寒心，为赋相思有提笔。瓦解半线月光勾勒出你的身影，泼墨头悬之心是应丹青。问山问月皆不知，唯有南风解我心意。无复见却是西愁绪，我用一程长梦与你执手问佳期，是你我间最近的距离。
风起梦醒，现在回眸一眼寻觅，长相思无处似月有心。谢灵，你给我站那儿！你再跑，信不信我打你？阿娘要是打我，我就找奶奶去。我要是真想打你，你去找祖奶奶都没用。兔姐儿打小就皮实，自学会走路以后，那是整日疯跑，使不完的牛劲儿。3个奶娘带她一个都嫌累。江蜜实在没法子，便将她送到宁安侯那边习武去了。世家大族的娃娃都是3、4岁就开蒙读书，谢家自然也不例外，将兔姐儿和尼哥送到陆家族学，和冉姐儿一并念书去了。这一去可不得了，仅1日便靠双拳当上了陆家族学的小霸王。哪怕他年纪不是最大的，也被几个奶娃娃尊称一声兔姐姐。谢灵，你过不过来？我等爹爹回来就和他告状，说阿娘你欺负我。你不来气我就是好的了，我还能欺负得了你？我与你讲道理你又不听，端是你自己逼得我打你。我数3个数，你要是再不过来，那可真就谁都救不了你了。爹爹，你终于回来了，阿娘只维护别人，都不爱兔了，你快救救我呀，爹爹！你怎么不和你爹爹说？你今日又在学堂打人了，还把人家的门牙都给打碎了。那是他找打，谁让他说爹爹每天都杀人？爹爹才不会呢，爹爹是兔儿最好的爹爹。我就打了他一下，是他自己摔到地上，磕到石头。在这京城里，谢之让算得上是声名狼藉，即便鲜少有人会当面骂他，但背地里说几句坏话总是有的。谢之让自然清楚那些人在背后的厉骂，不过是他懒得去搭理罢了。兔姐儿为了维护他而和人打架，已经不是1次2次了。江蜜也是清楚，故而前几次都不去怪他，可这次却不一样。你不打他，他会摔倒吗？不摔倒会把门牙磕破吗？你说他骂你爹爹，那你是亲耳听到了吗？我没亲耳听见，别人和我说了。万一是那个人骗你呢？他敢？他为何不敢？他说什么你便信什么，左右你也是不会知道他骗你的。那位穆小公子家道中落，父母双亡，因其爹爹生前与陆大人有些交情，陆大人才允了他一个在陆家族学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唯一能出人头地的路子。而你又在陆家族学威风得很，他岂敢招惹你？他为何要搭上自己的前程，说你爹爹的坏话呢？如今倒好，他被你打得摔破了门牙，若那牙长不出来，他便是一辈子容貌有缺。万一穆赫真的没有骂爹爹，那他真就罪过大了。他就是想教训穆赫一下，没想毁了他一辈子的。我错了，阿娘。他想说那人打便打了，他谢之让的女儿就该张扬自私的活着，可是他不能让兔姐变成偏听偏信、欺压弱小的恶霸。那你说你哪儿错了？我不该随便相信别人的话，还打人。手伸出来。我打你是希望你记住今天的教训，以后都不能忘。明天去陆家读书，带100两银子过去赔给穆小公子，让他去医馆找个大夫好好瞧一瞧，记得要给人家道歉，好吗？好。那100两银子从你的月例银子里扣。兔啊，不难过，爹爹每月贴补你一点，可好啊？你1个月才5两月例银子呢。想来是江蜜之前和他说的玩笑话被俩孩子给听去了。兔姐和尼哥觉得他实在可怜，还贴补过他一点呢。那几颗碎银子现在都被他放在书房多宝架上的小盒子里呢。行了，以后别惹娘阿娘生气了，去找尼尔玩吧。
你干嘛呀？方才你用自己的手打了兔儿的手，兔儿有多疼，你便有多疼，所以帮你揉一揉啊。你可真会哄我。哼，你可是我的心肝宝儿，我不哄你哄谁啊？你也是为了兔儿好，兔儿心里都知道的。孩子嘛，该宠就宠，该骂就骂，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全家上下都宠着兔，就是他把祖母的头发扯了，也只被说一句我家兔真有劲儿，可没谁会骂他。我若再不管他，他非得上天去。那我这不是狠不下心来吗？兔儿和尼尔都长得像你，我看着他们便好像在看小时候的你一样，我心都要化了，还怎么舍得骂他们？前些日子我去赴宴，见到了陈琳，有不少人都恭维她呢。我冷眼瞧着，他们是将她当作未来皇后一般敬着了。哼，他们还当陛下是3年前那个可以随意操控的帝王呢。如今爬得越高，日后摔下来便有多惨，且看着吧。陛下，你等等臣女呀！陛下，皇宫之内不得大声喧哗，虚实过后不得随意走动。是陈家不懂规矩，教不好你，还是你根本就不把朕放在眼里？没有，不是这样的，陛下。母后最是看重礼仪典范，陈姑娘既是来侍奉太后的，那便该谨守宫规才是。李德宝，送陈姑娘去上仪局，好好学学规矩。当年姑姑将她接到宫里来，是想着直接霸王硬上弓的，可这想法却被祖父驳斥了回去。从他腹里生出来的孩子，日后是要做太子的。先帝到底死了不到3年，若有心人以此作为把柄攻讦，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他的孩子不容许有半分污点，故而陈家只让他先去和皇帝接触，同他培养感情。这2年时间里，他是日日讨好皇帝。他这样一个美人，这般温柔小意，便是石头做的心都该化了。可却没想到，这皇帝就是一块焐不热的石头，还软硬不吃。而此时的太后得知陈琳被李德宝送去了上仪局，便知道她又没成功。边关的信到了吗？到了。2年前，殷木前去边关镇守国门，一丝一毫音讯都无。是太后锲而不舍地连着写了大半年的信，殷木才终于寄了一封回来，只有简单的平安2字。太后并不介意，继续向他吐露衷肠，表哀婉情思，陈绵绵情意。而殷木的信也越来越长，到如今已经能写满1页了。娘娘，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殷小将军写信，难道……他不过是个五品小将，如何配得上本宫？指边关守将一职十分重要，若日后我陈家与皇帝闹得不死不休，兴许会有用上之日，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你不要跟着我了，薛姑娘，诊费加上药钱，只要12两8钱，多余的全得还给你了。我说了，我不要你还。兔儿，阿娘，穆小公子，那多余的银钱你便收着吧。我家兔儿做错了事，就是该补偿的。你去医馆看大夫，或许是用不了那么多钱，但你少了2颗牙齿，便是吃食上也该更加精细。这一笔笔都是花销，而这些钱你本不用出的，是我家兔儿不慎伤到了你，所以何该赔你多一些的。尼儿呢？阿娘。穆小公子，下雨了，我捎你归家吧。这天儿淋了雨，怕是要得风寒的。多谢夫人。
尼格尔每日最爱睡觉，若不去叫他，他能在自己屋子里睡上一整日。起初江蜜和谢之让还担心他是不是因为余毒未清才如此嗜睡，可一说他身子健康得很，那便是他生来如此了，可真是愁死江蜜了。姐姐是作威作福的小霸王，弟弟则是个微慵惰懒的小懒虫，这俩孩子怎么就不能互相中和一下呢？夫君，你送他干什么？下雨了嘛，他一个小孩子，爹爹娘亲都去世了，多可怜呐！我瞧见了，便顺手帮他一下嘛。江蜜怕是想起自己了。阿蜜，明日皇宫宴会，你当心着些，记得把那2个舞婢带上。可是那太后又要作妖。是，朝堂上吵着要让他立后，于天家而言，子嗣是大事，陛下避无可避。可陛下到底不再是曾经那个被陈家把持着的帝王了，君臣双方僵持几日，陛下便趁机问他们皇后的合适人选，将这一趟水搅浑。陈家虽势大，但这朝堂到底还不是他们的一言堂，几方势力吵闹了好几个月，陈家终于是坐不住了。陈氏女最近频繁喝药，底下的人捡了点药渣拿去问大夫，只说是安胎药。先前陈家还想要一个出身背景全然干净的嫡长子，可是如今他们逼迫不得陛下，便只能使些旁门左道。锦衣卫守护皇城，宫中眼线不少，可陈家也不是吃素的。我只从一些蛛丝马迹判断明日陈家会有动作，可并不知晓他们具体的计划。我不放心你，说不然你称病推了吧。明日我得去，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你呢。如果明日我贸然不去了，陈家难道就不会有所猜测？下次陈家和太后想做点什么，我又不去，难道就这样一直和他们纠缠下去吗？咱们总不能躲一辈子的，我会没事的。阿蜜，天气凉了，记得穿厚些，不然你小日子又得疼了。好，每次都印好，每次都得我说你才记得，全然不往心里去，你也就哄哄我了。因为夫君帮我记的呀。金穗进贡上来的东珠，分到太后宫里的便不多，太后只匀了她几颗用来装点门面。她将那几颗珠子看得极紧，谢夫人当真是谢太师的长珠呢？这东珠一颗便价值不菲，到了您这里却是只拿来绣鞋呢。这话却是在指江蜜奢靡无度了。我瞧着陈姑娘发簪上插的是东珠簪，这颈间璎珞的珠子却是落了下乘，你若缺几颗好珠子，我送你便好。陈姑娘倒也不必谢我的，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等我当上皇后，我看你还如何傲。太后娘娘到。枯白带，这枯白带极为难寻，怎就刚好在陈琳身上用到了？倘若皇帝那边用上了川椒，陈家岂非是要得逞？陛下现如今居然还有让您这般坐立不安的事儿呢？有毒蛇围在你身旁，露出獠牙等候，又怎能真的不受半分干扰？锦衣卫将这皇宫里里外外盯了个遍，就是不知道陈家会有何动作。先生探得陈氏女在喝安胎药，想来不过是要把她送到朕的床上来。可是什么迷药、媚药、壮阳药，锦衣卫都探不到有流入皇宫的迹象，他们到底是要如何呢？无论如何，臣都会替皇后娘娘好好守住您的清白的。若是迷药将您迷晕了，臣会尽早赶过去救你。可若要是什么合欢散、壮阳药，那陛下可得靠自己的毅力了。您就取笑我吧。回禀陛下，回禀大人，陈姑娘到乾清宫去了。按着先前的吩咐，属下已命人将她放了进去。她一入乾清宫，便直奔内室而去，而后藏在龙榻上，再无其他动作。她也没下药。是。这便奇怪了，怎的感觉有些热了？热吗？
热。陛下应当是起了发症，可是吃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了？朕只饮过那杯茶。花生。朕从小便不能吃花生，但那个时候母妃已经去世了，便不曾叫太医来诊治，事后也下意识地避开了花生。魏明，照着先前说的，去把乾清宫里的那个迷晕了，叫底下的人把去书房里伺候的人脸记熟了，先不动他们。是，大人。皇帝和谢之让猜测太后不知从何处知晓皇帝不得食用花生一事，便命宫女在八宝茶中加入花生，以此引得皇帝回乾清宫与陈琳相遇。可之后呢？皇帝若誓死不从，陈琳一个小姑娘还能强迫得了他这样一个正值壮年的男子？为了不打草惊蛇，皇帝与谢之让决定按着陈家的计谋，先回乾清宫引蛇出洞。你如少年拉满弓，不惧岁月也不惧风，哪怕身处囹圄之中，一遇风雨就化成龙。一般人进入宫中是不允许带婢女的，但江蜜可以，这便是皇帝与她的殊荣。谢夫人、韩夫人，太后娘娘在御花园摆了小宴，请二位夫人移步。从此处往御花园去有2条路，其中一条便是从皇帝寝宫乾清宫旁经过。倘若乾清宫的动静闹得大一些，他大概知道太后是如何算计的了。如江蜜所料，小太监们果然走了路过乾清宫的那条路。慌慌张张的，跑什么跑？娘娘，太后娘娘，您去看看四姑娘吧。四姑娘怎么了？四姑娘今日奉娘娘之命来给陛下送东西，可陛下不知怎的，一把抱着四姑娘往寝殿里面去。奴婢只听到四姑娘在哭，您快去救救四姑娘吧。母后，您是在找朕吗？怎么可能？这药方乃是前朝传下来的方子，陈家甚至暗地里用奴仆试过此药，确实有效，才用在皇帝身上，怎么会不起效果呢？陛下怎么在此处？这是朕的寝宫，母后带着一众外命妇来这里，怕是不合规矩吧？陛下，怎么了？那陈姑娘与一名小太监在偏殿行秽乱之事，被锦衣卫缉拿下去了。他就这般折辱陈陵，这般折辱陈家。今日之事演变至此，谁都知道是皇帝和陈家在斗法。要么是皇帝斗输了，乖乖娶陈陵为后；要么是陈家落败了，自此无缘做太子外戚。可是谁都没想到，他一招请君入瓮，却是直接将陈陵送到宦官床上去。陈陵要么从此嫁给那宦官做对食，要么就去尼姑庵青灯古佛相伴一生。一个陈陵就能败坏全部陈家女儿的名声，叫他们都不能再做皇后。皇帝这招不可谓不狠。太后娘娘凤体乾安，何该好好休养才是？管理后宫一事实在太过劳心费神。即日起便将凤印移交给孟太妃保管，由太妃娘娘掌管后宫诸事。且等着吧，陈清颖。皇帝说是让孟元双掌管后宫，可他是继子出身，哪里懂什么管理后宫的事儿呢？而且他是抱着谢之让的大腿才能有如今的富贵日子，可不敢招惹皇帝。故而在皇帝派了一位掌事女官过来时，明面上虽是辅佐孟元双管理后宫，但他还是将事情全权交给女官负责，自己只做那富贵闲人。而女官也是雷霆手段，趁着太后没醒，连夜带着人去仁寿宫，半是讲理，半是蛮横的把凤印抢了过来。无耻，无耻！
陈四身边那个丫鬟总该是听到了动静才去喊人的，那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又怎么会有动静呢？陛下，不要啊，陛下，陛下！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会是从一个皮肤黝黑、身高将近6尺的健壮男儿嘴里发出来的。这等口技都是那下九流之人学的低贱本事，本是用来和那些大官讨个赏、谋个生的，却叫他说到孟元双面前来了。他会不会就此看清了他？马校尉，你还有这本事呢？既如此，今日我便要做那山匪恶霸，好好来踩一踩你这朵娇花，你这小妇人，若不从了老子，老子今日便……这张嘴还是别说话的好。风雨几车漫漫，一生难过你关山。青丝化作两鬓白，只剩遗憾。风雨几车漫漫，弹着情缘斩不断。一世还魂，一生的期盼。风雨几车漫漫，一生难过你关山。青丝化作两鬓白，只剩遗憾。风雨几车漫漫，弹着情缘斩不断。一世还魂，一生的期盼。自陈陵被皇帝扔给太监以后，陈家安歇了好一阵子。哪怕皇帝将陈家培养多年的眼线拔除大半，陈家纵是再心疼，也只得舍弃了他们。陈家夹着尾巴做人，谢之让便空闲不少，每日除了去北镇抚司点个卯，其余时候都待在家里黏着江蜜，3不5时便带他出去玩一趟。端是逍遥自在，快活得很。今日怎的想起来染扣单了？就是突然想染嘛。那你教我怎么染？这女儿家的东西你也要弄啊？想到哪里去了？我给你染。先将那秋海棠磨出来的糊糊涂附在指甲盖上，而后用薄布包住指甲，等几个时辰便好了。这样就能给指甲染色了？当然不是啊，这只是第一次，染出来的颜色浅淡，得连着染上3、5次才是真的染好了呢，几个月都不会洗掉的。阿蜜，别动。好。阿娘，爹爹，你们在做什么好玩的事儿呀？我们在染扣单，就是把手指甲染上好看的颜色呢。兔家也要染这个。好呀，阿娘这是粉色的，兔儿想要什么颜色呀？阿娘是粉色的，那我就要绿色的。我要当叶子，保护阿娘。你啊，去给姐姐倒叶子汁水。掌心蜜语萦绕，只温柔烫。红绸挽发稍安，相扶衣裳。眼角风铃响，轻口小轩窗。偷藏相思句，心事叠成行。大人，边关800里急报，鞑靼人南下攻城，宁夏未溃败，自贺兰山往南已连13城。昭勇将军上书，请辞总兵一位，请求朝堂派遣有才之人戍边，夺回城池。元宁4年秋，边关狼烟四起，
鞑靼骑兵挥军南下，进犯我朝边境。宁夏卫溃败，死伤惨重，连失3城。朝堂之上渐渐有几个声音冒出来，开始推举宁安侯接任总兵之位。可此建议一出，朝堂瞬间闹翻了天。谢之让为锦衣卫指挥使，已是手握大权的重臣，若是再将宁夏卫重新交回宁安侯手上，谢家那可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朝堂各派大臣就此事展开激烈交锋，连日不休。边关战事吃紧，京城内却仍是一派歌舞升平。听说了吗？殷家将战败，昭勇将军无颜再任总兵一职，上书请辞呢。殷家这么多年都不上战场，骨头都软了的东西，我看呀是犟怂怂一窝。咱们这些人家每年交了多少税银，朝廷又拨给宁夏卫多少粮草，连几座城池都守不住。近来不是又在吵让谁做这宁夏总兵吗？谁去我是不知道，但那宁安侯可是万万不行的。那谢之让便是个彻头彻尾的奸佞，倘若将这兵权交给谢家，焉知他们会不会起反心啊？而且那宁安侯在家赋闲多年，可别和那位昭勇将军一样，银样蜡枪头，只是个表面光的。宁安侯镇守边疆这么多年，落得一身毛病，谢家长子谢之礼更是命丧疆场。那一片荒漠之地，埋藏了多少忠骨，浸染了多少鲜血。宁夏镇5卫4所，区区4万余人，却守着从盐池到兰境长达1000公里的防线，分到每一路不过5000余人。而灵岩台地地势平坦开阔，鞑靼部落素来以凶狠著称，一旦挥军南下，往往是几千几万的骑兵发起进攻，边军几百人几千人对阵鞑靼成千上万骑兵。此一战，宁夏卫损失惨重，多少人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还有自己的儿子。没有他们用血肉之躯抵挡鞑靼骑兵的进攻，哪里有你锦衣华服在这里大放厥词的机会？哎呦，算了算了，少说几句吧。我可不怕他，殷家将酒囊饭袋，宁夏卫草包饭桶，谢家更是狼子野心。造了口业，便该去诏狱好好反省反省，省得日后死了还得去拔舌地狱受苦。你怎么来了？来接你回家呀。传孟太妃懿旨，陈氏、苏氏等妇人行事失度，言行无状，有违规范，有伤门风。本太妃深为不耻，着即严刑申斥，令其闭门思过，恪守妇道，勿得再犯。将士秘书温良恭俭，端方之礼，仁德著于内廷，贤明闻于宗族，堪称世家贵妇之一范，特颁口谕嘉奖，以示褒扬。尔等当以姜氏为楷模，自省修身，肃正家风。钦此。两相对比，又是一巴掌扇在陈家人的脸上。朝堂上吵吵嚷嚷多日，宁夏镇总兵呼声最高的便是宁安侯和内阁首辅陈立峰的大女婿宋平威宋将军2位，群臣争论不休，皇帝也不好在面上偏袒谢家。宁安侯既是要做这宁夏总兵，便该服众才是。宁夏战事吃紧，非忠勇干练者不可镇守。宁安侯、宋平威将军皆镇之股肱，久在行间，熟谙兵事。今特命2人教义，比试骑射、谋略、武艺，胜者即刻亲授宁夏镇总兵，镇守边关。自从知晓宁安侯要同宋平威比试，谢家上下都十分担忧。陈家惯来心思卑鄙，手段下作，焉知其不会背地里耍阴招？下雨了。这总兵之位，你非做不可。那宋平威确实是一代名将，但他成婚之后，多数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抵抗倭寇，
对付水贼他经验丰富，可是对上鞑靼骑兵，非我不自谦。满朝文武恐无人能比我更有经验。而且三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若执意如此，我不拦你，但你要么就死在家里寿终正寝，要么就死在宁夏某个国师。若死在明日比武场上，我便不认你这个爹了。谢家人再是如何担忧，这第一场比试如期而至。夫君，你真不去呀？行吧，我替你去瞧着。哎，路上小心些。好。都安排妥帖了。标下已让马校尉在比武场那边亲自看着，围观人群中也叫兄弟们换了布衣混在里头。外围4个入口，每个入口处都有2个小旗轮番值守，而且比武场自定下那日起便一直有人看着。今早标下里外彻底检查了一番，没有问题。少夫人那边派一个总旗过去，无论谁出去，身边都要有人在。是，大人。今日之事，陈家是冲着宁安侯来的，可他担心江密会受到波及，还是周全些更好。你亲自过去。是。回来了。夫君莫不是一直睡到了现在？你怎么那么可爱啊，谢子叶？你担心爹爹便光明正大担心好了，你又不是他什么见不得人的私生子，怎的还和我撒谎呢？笑，你笑什么笑？好，我不笑了吗？你打我干什么呀？会疼的。最多算是摸你2下，疼什么疼啊？我都打10年了，真要是疼，你这腚早该被我打烂了。我知道错了嘛，夫君，你就笑一个吧。啊，夫君，我的好夫君。分明是你来气我，还得我这个苦主给你陪笑。这世上也就你会这般欺负我了。你自己说，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那你就罚我当你这辈子的妻子，下辈子的妻子，下下辈子的妻子，叫我永远哄着你。你不气我就算好的，还哄我，这哪是罚你啊？分明就是罚我。那你要不要嘛？勉为其难吧。今日比武还顺利吗？他可有受伤？夫君料的没错，那陈家果真就是不安分的，锦衣卫将比武场周围守得严严实实的。陈家在旁的地方使不上力，便只能叫那宋平威出手。那宋平威竟是从背后攻击父亲的心口，以分散其注意力，贴身用银针刺后脑穴位，欲取父亲性命。父亲说了，那银针刺入穴位不会当场毙命，却能封住一路经脉，最终麻痹而死。若非父亲反应敏捷，今日恐怕还真叫陈家得了逞。他父子2人纵使再别扭，那宁安侯也是他谢之让的生身父亲，是幼年时拖着他骑过大马的父亲，岂是旁人可以算计的？他拿出的药酒可还够用？够呢，而且我又泡了一些，到了银川那地儿雨水更少，父亲的腿能好受不少。我还将方子给了母亲，不必担心。你就这么相信他能当这总兵啊？那当然啦，父亲可是有惊天伟地之大才能的人，文韬武略卓而不群。如今最难的关已过，剩下那沙盘演兵，父亲还能输给那宋平威不成？哟，惊天伟地卓而不群，你倒是不曾这么夸过我。我家夫君神清骨秀，剑气销心，貌比治果潘郎，情似痴情荀粲，才高妙算孔明，武圣萧胡吕布。这世间再没有比夫君更加厉害的人啦！我好喜欢你啊！我家乖乖这么好，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我都要同你结为夫妻。
永生永世不分离。低声不语的云雾里藏着你的平静，变幻莫测的水流里藏着你的声音。天高路远，你寻找的秘密是在哪里？波浪阴晴不定，谜一样的难以。画一只心，云里雾里忽闪四季，跳一出去，晕眩在我的身难移。黄金难移，摇摇晃晃心难移，谁在遥控你心？足影左右变了心，本是山川水中一片浮萍，本是微风同你一个声音。看我勾出你心意，吞没在海底的风景，淹没在泪水的天际。看谁丢了情，看谁丢了心，看谁在对岸等了黎明。勾走我深情潮落尽，勾走我心境快似影，勾走你眼睛留下个烙印，对有思意，会有苦心。勾走我深情潮落尽，勾走我心境快似影，勾走你眼睛留下个烙印，对有思意，会有苦心。如江密所言，只要比武赢过宋平威，沙场演兵比试排兵布阵之法，宁安侯那是手到擒来。陈家人再是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承认，宁安侯的确有资格任宁夏总兵一职。今鞑靼完寇，驱铁骑挥军南下，寇犯我朝边境，惊扰民生，边风骤起，社稷堪忧。宁安侯谢章勇略超群，昔年戍边，勋绩卓著。今边境告急，特启复宁安侯谢章，受宁夏镇总兵之职，执掌军务，御寇靖边。隔日启程赴任，快马加鞭，奔赴战场，复我疆土，安我边民。明日等我出发去了银川，大方便只剩下你一个顶事的男子了。你在家要照顾好元娘，照顾好你祖母，照顾好兔儿、尼儿，也照顾好你自己。爹娘，您二人此去银川，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战场上刀剑不长眼的，可千万要当心。我同你爹年轻时也是在银川待过的，不会有事儿的，你放心吧。我走了，这府上的事儿便全得由你来管了。若是你不得空，便请你二婶娘或者二郎媳妇儿帮帮你，别一个人撑着。还有三郎，他就是个混不吝的，你别总惯着他。娘，行了，前厅家宴应当要开席了，你祖母等着我们呢，过去吧。刀兵相见，自己小心。爹。从前谢之让喊他父亲，多半都是阴阳怪气。之后他的说话语气温和不少，却也从未叫过宁安侯一声爹。他的这个小儿子啊，是真长大了。
娘娘，谢家本就是马背出身，如今那宁安侯一到边关，那就是鱼入巨壑苍渊，鹰飞霄汉9天。倘若宁安侯借机立下战功，重新封他为镇国公，那咱们该怎么办？这秋日的花儿开得再娇艳再动人，也是没几日好开的。谢家那老东西也不年轻了，他在家赋闲多年，焉知他是不是下一个殷正明？更何况殷木还捏在本宫手里呢。本宫同他虚以委蛇这么久，他也是时候该回报本宫一二了。父亲那边可有说什么？老太爷的意思是，皇子的事儿先放一放吧，当务之急还是边关战事。向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边关烽烟已起，粮草需即刻筹运，更兼隆冬将至，将士若无后衣御寒，何以御敌守疆，痛击鞑靼？陛下明鉴，今年各地粮收欠薄，再加之前黄河决口，治水赈灾，耗银无数，国库早已入不敷出啊，实在是无粮可调，无银可拨啊。陛下，今遂宁夏镇的粮草已发，边关9镇同外族俱有摩擦，不单单只有宁夏镇有战事。倘若今日给宁夏镇补发军粮，来日其余重镇的总兵上书请求粮草，朝廷是发还是不发？昭勇将军先前并未曾向朝廷讨要粮草，想来军户所屯田养兵是能自给自足的，实在不必补发。陛下，补发粮草一事，百害而无一利，万望陛下不要受奸佞蒙蔽。谢家一带兵打仗便要粮草，焉知其是否是想中饱私囊？皇帝知晓此事有陈家在背后阻拦，定然不会顺遂如意。可他没想到的是，朝堂之上竟有如此多的朝臣反对粮草一事，为了一己私欲，不顾前锋战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奸佞小人？速速请韩先生和师娘去先生那边劝劝，可别叫他做出什么傻事儿。此事李大人您懂的。我懂，这谢家狼子野谢，陛下如今是受人蒙蔽，才会做出此等不明智之举。吾等忠臣定然是要帮助陛下匡扶社稷的。李大人如此忠君替国，日后定能平步青云。平步青云？谢太师，您怎么来了？哼，本官特意前来帮你一把，送你上西天。太师，下官知错了，您饶我一命。明日，今日下官便上书支持补发粮草。你这贪生怕死、蛇鼠两端的小人，日后休想陈大人再提携于你。陈大人，你要做什么？王大人不是说士兵们打仗不用粮草吗？那便请您尝一尝饿肚子是个什么滋味呢？谢之啊，你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你这个奸佞小人，企图蒙蔽陛下，大肆打杀朝臣，你这个逆贼！再吵就把你舌头割下来喂狗，拖下去。是大人。三魂灭